婉婉，我是刘婉和吗？我的婉婉，娘现在才知道，娘对不起你。认亲宴上没吃饱，吃，想吃什么？我能吃一个吗？一个，先拿3个。我是你娘，周岁娘。我是你爹，柳承安。饿了先吃。慢点儿，没人同你抢。这个肉馅多。再吃一个。会不会太多？能吃是好事。在裴家没吃过饭吗？吃过，就是不许多吃。被子晒过，这屋子从前令姨住，你若介意，娘再换。不介意，她住过，说明这屋子能出真嫡女。你这孩子。婉婉，灯要不要留？留一盏吧。迟了，嬷嬷该先莲了。怎么起来了？晚了吗？晚什么？卯时了。卯时是我和你爹请。你睡你的。不用练规矩。不用。不用背书。不用。不用请安。你要是困，就再躺会儿。爹，怎么不睡？我帮忙。不用，你手嫩。我会学。不用管诗句，不用管姿态，只要压下去。劲儿不错，揉得好。2碗汤饼，1个肉馅蒸饼，甜酱要热的。2碗汤饼6文，蒸饼3文。婉婉，该找1碗。嘿嘿，老刘，这是你家新小工，我闺女，长得喜庆。多谢大爷。喝了。这郎君长得俊，就是脸冷。裴婉和，我现在姓柳，族谱未改。那也快了。你在收钱？今日只错了3回。是4回。爹，这种时候不用说真话。世子爷来做什么？请他回府一趟。不回。不是让你回去住。那也不回。裴家出事了，裴令仪闯祸了。他才回去几日？刘老板，来1碗汤饼。沈大人，这里没有雅座。我坐这里。葱要吗？少放。娘，别看。客官还要蒸饼吗？不急，母亲让你回府，是因为曹良案。我不懂曹良。这次不是要你懂。裴令仪刚回府，母亲给了他一份江南曹良调拨案的副本，他在上面写了批注。写错字了？不是，他建议提前压低江南2家，绕开几家旧粮商，从裴氏田庄直接调粮。听着很厉害，也很危险。他还建议改走一条更快的漕运线。春汛未稳，船队若出事，北境军需会断。可那只是副本。问题就在这里。第2日，裴家大掌柜收到的正本上盖了母亲私印，还附着他的批注。他说他递了。他说没有。母亲信吗？有人换了文书，若想害他，最好的时候就是他刚回府。他急着证明自己，旁人也正等着看他出错。我回去有什么用？我连算盘都拨不明白。母亲说看见你，至少知道裴家还没封完。这话还不如不说。既然是你们府里的事，找我闺女做什么？裴令仪现在谁都不信，他认为所有人都在等他出丑。婉和在，他至少会骂人，骂出来比憋着强。那份正本已经送到漕运大掌柜手里。
曹良连着北境军需，若有人借此作曲，裴家要替他背罪。北境军需、曹良、裴家背罪，都不像我能碰的东西。这事同婉婉有什么关系？他和令仪同在局里，有人借令仪做局，也会借婉和做局。说人话。裴令仪现在谁都不信，婉和回去能让他把话骂出来。我在你眼里就这点用？当然不是。莫名其妙。婉婉，你若不想去，就不去。我不会让你留下，只去一趟，说清楚便回来。你说了算。他说了算。我若半路跑呢？你跑不快。路上吃，你若不吃，回府更没力气骂人。沈三郎，你少说两句。天凉，穿上。别饿着。去吧，说完就回来。我回来吃晚饭。雉鸡给你留。凉了。还能吃。你从前也这么说，宴上冷掉的点心，你也说还能吃。从前是舍不得，现在是我爹给的。你回来干什么？他是被请来的。请？你对这个字误会很深。你来看我笑话？令仪，你再说一遍。批注是我写的，可我写的是副本，我没动过母亲的印，也没让人送去账房。刚回府就急着插手曹良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活该？裴婉和，你最好别笑。我没笑，你心里笑了。我心里现在只有争辩。荒唐！裴婉和，既来了就站好。你还说你想走？母亲一句话，你不还是站得比谁都直？这是被训出来的。你在裴府18年，错了有人兜着，我才回来几日，所有人都等着我出丑。没人等你出丑。那这厅里的人是在做什么？现在说的是曹良案。那就说，我写的是副本，副本上没有母亲私印，正本是谁送出去的，我不知道。这印有问题，夫人常用的朱泥偏暗，这份印边太鲜，我会查送文书的人。即便印你有意，批注总是他写的。是我写的，但那是母亲让我练手，我想让她知道我不是一无是处。他想证明自己，也不该被人拿来害。谁让你替我说话？我没替你，我只是觉得这手法眼熟。哪里眼熟？先给人一份他看不懂或者急着看懂的东西，等他出错再说，看他就是不行。你少装懂我，我不懂你，我只懂出错。你倒有自知之明。你当然懂，你在这里享了18年富贵，出错了也不过被说几句。我呢，我在柳家天不亮揉面，冬天手裂了还要收钱。我偷听师傅被人骂穷酸，我努力了18年，结果回来还要被拿来和你比。裴婉和，你敢说你在裴府过得不好？你想听真话还是体面话？真话。那你别打断。7岁那年，宫宴前，我背不出贺寿诗，我被罚站在屏风后，邪魔破了脚，我不敢做。嬷嬷说，国公府姑娘不能失态。9岁，我学看账，算盘拨错1位，父亲把那页账挂在书房外，他说进出都看一眼，记住自己差在哪里。11岁，兄长带我去女学问册，先生问我曹运为何不能悟，我说船夫会生气。那日许多人笑。回府后，兄长让我抄3遍曹运志。我那时以为，我知道你们总有理由，我差所以要练，我笨所以要学，我不像裴家人所以更要像。13岁，我画小人画，画了一只会吃银子的怪兽。母亲说低俗。第2日，我的小人画全不见了。那时你要考女学，是，所以我不能画，不能多吃，不能睡晚，不能坐歪，不能答错，不能不像裴家女儿。你说我享了18年富贵，我承认，我有锦衣，有先生，有马车，有你本该有的一切。可你问我在这里过得好不好，我只能说，我没有一天像个合格的裴家女儿，也没有一天像我自己。你以为我穿的是锦衣，可我像被缝进一件不合身的礼服里，动一下都疼。那我的苦呢？我在柳家天不亮起来，我手裂了还要收钱。我读书时别人说我一个烫饼铺的丫头，装什么才女？我努力了18年。
我以为回来后亲生父母会抱我，可母亲给我账册，给我规矩，给我一屋子人审我，我算什么？令仪，别叫我。母亲，他现在听不进去。我说完了。凉了，还能吃。你总这么说。以前是舍不得，现在是我爹给的。礼不标准，但这次没人纠正我。婉和，沈大人还有事？你从前不这么叫我。从前不懂事，现在呢？现在该懂事了。懂事就是同我身份。你不是他们说的那样。哪样？不成器，不体面，不配做裴家女儿。沈大人今日听了旧事，心软了。我从前也知道。知道什么？知道你会把宴席上的糕点塞给小丫鬟，知道你为救墙缝里的狗，弄脏新裙，知道你被训完，总去厨房外蹲着。你不是没有好处，只是裴府不看这些。沈三郎，何事？夫人让老奴转告，沈裴两家旧约，还是该早些同谢夫人说清。我说过，此事不必再提。夫人也是为三郎前程着想，柳姑娘夜里独行，不便久留。婉和，沈大人，以后还是叫我柳姑娘吧。你听见一句话就要同我划线？不是一句话，是我该有分寸。沈大人留步。回去告诉母亲，沈裴旧约与我无关。送你回柳记。我自己回。陆黑，多谢兄长。明日我查文书调包，有消息送去柳记。婉婉，这么晚？裴府路长，凉成这样。喝。蒸饼呢？凉了也能吃。比裴府的点心好。说清了吗？说了一些。裴姑娘呢？她哭了。那孩子从小不爱哭。不哭的人心里才憋着狠。裴令仪被人做局，曹良正本可能被调包。我不想再回裴府住。那就不回。裴府毕竟养了我18年，养过你，也不能一直勒着你。亲情不是绳子。沈燕慈看出正本司仪墨色不对，谢庆安确认那不是他常用的朱泥。裴丈离查到，原本送文书的小厮被临时换掉。裴令仪暂时洗清私自动印的嫌疑，调包之人还没抓到。那裴姑娘没事了？暂时没事。那你也别再回去。姑娘，夫人请你回府一趟。做什么？夫人想同姑娘说几句话。又来？先听婉婉说。劳烦回话，我不回去。姑娘，昨日我已经说清楚，我不争裴家嫡女身份，不抢父母兄长，不当裴令仪的对照，也不做裴家证明自己有温情的工具。这话老奴不好带。那就带简单些。刘婉和在柳家，她不回裴府。兄长，你们裴府今日很忙。裴远臣递给令。他看见了，信了。他没去见裴远臣，但他把信藏了。这人是谁？谁？裴氏旁支族叔，从前插手过商号，后来被母亲赶出账房。第一局没成，便换一局。他想让裴令仪恨我，也想让你们彼此咬住。拿回去。你不怕他更恨你？他早晚会知道，与其让他猜，不如明着告诉他。你想让他知道你没拿这封信笑他？我没那么信。若他来柳记，你别躲。他若早晚得赔。若你不争，假女便永远压你一头。爹，别碰。有毒。比毒麻烦。这封信是昨夜递进裴府的，令仪把信藏了。曹良正本调包一事虽暂时洗清他，可裴府里仍有人盯着他，族老不信他，母亲也在观察他。所以裴远曾挑这个时候递信。他第一局没成，便换一局。沈大人消息到临，柳记门口动静不小，这是信封上残留的香粉，裴远臣身边那个嬷嬷常用。他不怕被查到，他要的是令仪心乱。他从小要强，小时候卖汤饼，客人多给1文，他都要追出去还。
谁拿这种话激他，就是戳他心窝。他现在在哪？裴府母亲让人看着。没有，那他会不会去见裴远层？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。啊，别，我不回裴府。不是让你回府，这封信可以留着。留着做什么？等裴远层再伸手，令仪没丢信，说明他没有全信，也说明他想知道他下一步。她一个姑娘，怎么斗得过那些人？他会想赢，裴远层就会利用他想赢。那就把他接回来。他未必肯。又是裴府，看车是。买汤饼排后头。国公夫人也排队。在柳界，谁都排。客官吃什么？碗盒，汤饼6文，甜浆3文，1碗甜浆，热的凉的？热的。糖食还是带？姑娘，夫人不是来吃糖食。第一次来吧，甜浆一般，咸浆加辣油才香。多谢。今日汤饼，沈三郎不赊。你今日肯这么叫了？店里忙，少挑自语。裴府会留你的院子，你可以住柳家，也可以随时回府。你仍是我养大的女儿。裴令仪呢？她需要时间，也需要规矩。夫人，规矩不能当饭吃。她是裴家女儿，她先是个人。你从前也这么想？我从前不敢想。母亲，你来找她。令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母亲出府，以为是来商议真假嫡女该如何安置，没想到是来喝甜浆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那哪里是？裴府正厅、账房，还是嬷嬷教规矩的屋子？你先冷静。我已经很冷静。我回府之后，母亲给我的是账册、规矩、先生。她离府之后，你却亲自来这里看她，那我算什么？裴令仪，你误会了。你别说话。她也是我养大的女儿。令仪养大的女儿，那我呢？你是我的亲生女儿。亲生女儿要先学规矩，养大的女儿可以被你亲自来找。我是不是回来的太晚了？令仪，不要钻牛角尖。母亲，我不是在闹，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我永远要懂事。你若想骂我，出去骂，别在我爹妈铺子里闹。你爹妈？令仪，先坐下，大给你盛碗汤。我不饿。那喝口水。我不用你们可怜，没人可怜你。你从小在这里长大，他们是疼你。你现在倒会替他们说话。你才回来几天，你知道我这些年怎么过的吗？够了，裴令仪。你什么都有，连他们也要给你。你把碗放下。老刘，爹，烫着你没有？令仪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裴令仪，你恨我可以，你觉得我占了你的18年也可以，可他养了你18年，天不亮给你揉面，冬日给你暖被，你考得好，他偷偷给你买糖，你现在泼的是他。我不是想泼他，那你想泼我就可以。先给柳伯父敷上。没事儿，皮肉红一点。你闭嘴！令仪，回来就回来，闹也好，哭也好，你不能伤人。我不该回来。娘不是这个意思。裴府没有我的位置，柳家也没有了。你又胡说什么？回来了，他们有亲女儿了，裴家也有养大的女儿，我算什么？你看着锅，我去。你坐下。我让人跟着，他现在不会听你们的。那怎么办？别碰。碗3文，我赔。他也得赔。不必请大夫，要钱算我赊的汤饼钱。世家公子还赊账？柳记汤饼好吃。夫人，裴小姐没有回府。你不回去？等消息。这事同你没关系。同你有关系。他不见了。他没回裴府，女学茶楼、裴远臧那边都没人。
慈济堂，他去那里做什么？请问有令仪在吗？你是谁？江行舟。阿周，旧巷里的阿周。刘叔，周婶，你就是今年那个状元郎。令仪姐姐出事了。你找他做什么？我欠她半个蒸饼。半个蒸饼记到现在？那时候我差点饿晕在后巷，她说蒸饼坏了扔了可惜。我知道不是。你后来搬走了。母亲病重，我被书院先生带去外县。今年殿试后，户部侍郎带我去江南河查曹亮，今日刚回京。我本想先来柳记见他，听说他回了裴府，再来就听见他失踪。你知道那地方？知道。为什么？当年慈济堂旧档，我在江南河梁时见过副册，那处旧址早荒了。他去了那里，他去了慈济堂。我知道那地方。你们找人要紧，饿了也要吃，还热。我爹刚从笼里拿的。令仪，上面。令仪，你下来。母亲怕了。夫人，先别过去。他在上面。他现在不想听我们说话。令仪姐姐。阿周，是我。你也来看我笑话？我来找你。我现在这样很好找。令仪，下来再说。说什么？说当年报错不是我的错，说我这些年吃的苦都该算在谁头上？刘婉和，若没有你，我是不是就不会这么可笑？我努力了18年，我天不亮揉面，夜里偷听先生讲书。我每次考第一都想着有一天亲生父母见到我会为我骄傲，可我回去才知道，他们早就有女儿了。不是这样。那是哪样？我刚回府，您给我账册，给我规矩，给我嬷嬷。您有没有问过我怕不怕？我还泼伤了爹。你要问我怎么变成这样，我也想知道。姐姐，别过来！婉和，我去。你别刺激他。我这人说话一直挺刺激。慢点走。裴令仪，你来干什么？看热闹。刘婉和，你有病吧？在裴府长大，多少有点。你怎么总这样？因为我不会劝人。你站那么高，我怕说正经话你听不进去。你先别动，我带了吃的。我不饿。那你亏了，我爹刚蒸的肉馅蒸饼。你下来吃。不吃。那我吃。肉馅多。他在做什么？他在让裴令仪看见明日。裴令仪，你要是跳下去，最亏的是你。你少吓我。我没吓你。裴府会压消息，茶楼会说2日闲话，大理寺会写卷宗，旁人会感叹几句，可柳爹柳娘会疼一辈子。别提他们。我偏提。我爹手臂还包着，他刚才还给你蒸了这个。不是给我的。是，他说若找到你，让你趁热吃。他还会给我做。会。我泼伤他，所以烫伤药钱你得赔，药钱不便宜。碗也碎了，3文；热汤1碗，5文。我娘哭了半夜，这个价钱不好算。你烦不烦？烦。可你站那么高，我只能烦你。别动。你说裴府没有你的位置，柳家也没有，这话不对。哪里不对？柳家那张小床还在，我娘白日才把被子晒了。她嘴上骂你，手里还拿着你从前绣的帕子。我不配。配不配你自己回去问，你总不能让他们抱着被子等一夜。刘婉和，你不恨我吗？恨。你泼我就算了，你泼我爹，这事儿我记账，但恨归恨，你不能死。你死了，我爹娘会难过，我不想他们难过。令仪姐姐，我在救人。你先别被瓦救走。我在。还能吃。令仪，你说他让我吃。肉馅多。
好吃，还知道好吃，说明没傻透。我回柳记了。爹娘，对不起。碗不用赔了。爹，三文呢？闭嘴。回来就回来，跪什么？娘，我吃完那个蒸饼没有？吃完了。还饿吗？不饿。嘴硬，我给你下碗汤。去洗脸，脸上全是灰。哭了？烟吹的。烟在哪？你管得真宽。我睡外间。我不用。你从前睡惯了，我刚来，不调。你不怕我夜里掐你？怕，所以你睡里屋，我睡外面。他睡了吗？令仪姐姐，你认错人了，我现在姓裴。我知道，可当年给我半个蒸饼的人姓柳。你怎么也来了？你半夜不睡，出来巡夜？我喝水。你看，阿周很会。你喜欢这样的？先喝。你还记得？记得。半个蒸饼，还有你说的话。我说过很多话。你说，你不想一辈子困在那条街上。那年我住在后巷，屋顶漏雨，母亲病着，我饿得蹲在你家铺子后头。别说了。你拿了半个蒸饼给我，说卖相坏了，扔了可惜。我知道不是，那时候柳记生意不算好，你自己也舍不得吃肉馅儿。你记得倒清楚。关于姐姐的事，我记得清。小心。他真敢说。你喜欢直白的。后来你搬走了。书院先生带我走，临走前你又塞给我一个油纸包，2个蒸饼，3块糖。我给过糖？给过，还说别饿死半道上，不吉利。那像我会说的话。还说让我回来时别空手。所以你考了状元？我说过会回来，总要带点拿得出手的东西。这是我这些年抄的账法，有些是书院先生教的，有些是我在户部看来的，有些是你小时候在柳记柜台后说过的。我说过什么？你说收钱时先看客人的手，常干活的人铜钱会攥得紧，赌徒给钱手指发飘，书生付账总要先翻袖带。我那时随口说的。我当真记了。姐姐还说过，你不想一辈子困在这条街上，你想过更好的日子，想让别人提起你时，先想到柳令仪这个人。现在很可笑吗？不可笑，想往高处走不丢人，想被人记住也不丢人。做错事更不代表你从前的努力都不算数。我伤了爹。你明日陪他去换药。我伤了娘。你明日去帮他揉面。我对不住刘婉和。我记账，等他赔。刘婉和，你看，他还肯同你算账，这就不是不理你。是我一直这么糟呢。那我就多站一会儿。他站得挺稳。我也站得稳。你今日只许收钱。那你揉面。我揉。我来算账。先吃早饭。吃完再算。看什么？看蒸饼。状元郎也吃糖饼。小时候吃不起，如今补上。坐。沈三郎，今日可要当场付清。先记着。世家公子欠汤饼钱，传出去不好听。那你别传。刘婉和，你找钱又错了。哪错了？少收2文。您这么大年纪还骗我？谁让你算得慢？听贺楼今日新书《真假嫡女记》，国公府秘闻：真嫡女流落市井18年，养父母藏匿血脉，假嫡女鸠占鹊巢，
国公夫人偏宠养女。胡说八道！清鹤楼，京中几处茶楼都在传。他们把柳家写成这样。娘，别看，我这里也有线索。我在江南河漕粮时，发现几笔银子绕入户部长账，最后流向京中几间商号，其中一间背后是裴远臣。底报渠道也有人动过，这不是普通人。所以你说裴远臣给你递过信？他让我争什么？争裴家，争母亲，争原本属于我的东西。他想借你开口，若令仪承认柳家苛待他，裴家就要安抚宗族。若宗族趁机接管商后，裴远臣便能遮住漕粮银流。所以他不是要替他出气，他是拿他当刀。我不会让他如愿。宗祠公义，我去。自陈什么？陈我吃了几碗汤饼，陈他们想听的。你知道他们想听什么？想听我说柳家苛待我，想听你说自己鸠占鹊巢，想听裴家内宅乱了。放屁！先坐下说。母亲让人送来的，给我。裴氏商号副账，他说，若有人拿你做刀，你至少该知道刀从哪里来。婉和，你熟南氏？我不熟。你比我们熟。我昨日找自家后巷还绕了一圈。但你会同街坊说话。你这是夸我？是。你打听市井流言从哪里起？令仪查商号副账，沈燕慈查茶楼和底，江行舟对漕粮引流，我查崔稳佛和宗族证词。沈三郎，你看见没有？看见什么？阿周连我姐姐用哪支笔都记得。你看别人看得太入神。刘万和，你也没好到哪里去。我怎么了？沈三郎看你也看了很久，不必替我算时辰，习惯。你先看这个，恼羞成怒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茶热。查案不是相看。裴远曾找过我，他说能帮我拿回真正属于我的东西。哎，是沈三郎专属座。沈三郎，今日不赊行不行？为何？你一个翰林修撰，欠我汤饼钱，合适吗？你记得清楚，便合适。这是什么道理？你愿意记我？刘婉和，账写歪了。你管账，我招呼客人。你再招呼下去，柳记要赔钱。沈兄竟在此处，有事？不过偶遇，那便不必做。小葱，今日比昨日少。你昨日挑了半天，我只挑了2根，那也叫挑。沈兄同柳姑娘倒是熟，自幼相识。那从前在陪吃汤饼就坐，不吃门在那边。你对人也太冷了。你觉得冷？对，就像冬天没烧炉子的书房。那我同你说话呢。我要去端碗。刘婉和，你再装傻，沈三郎迟早被你气死。他身体好，嘴也硬。哼，你说谁？你们2个，你还是看你的账。天鹤楼那笔银子不太对，你看了也看不懂。你等着，
等我学会算账，我第一个查你的错。我等。今日账记上。你不必守着，我不吵你。哼，坐着也碍眼。那我站着。又偷吃？我这是巡夜。巡夜还带糖饼？防身。拿糖饼防谁？防我姐姐被人照顾得太好，我受刺激。我不是小孩子。你看账久了，容易忘记吃东西。你喜欢这样的？谁不喜欢？不抢话，只递茶，多体贴。你学着点。你方才说话太多，先润润嗓子。不是喜欢递茶的。我说的是阿周。我学得会。这笔银子，这一笔原该入户部长账，可这里没有入。同日，裴远岑手下一间商号多了一笔数额相近的进项。夜里又转出去了。转给谁？崔家。哪个崔家？崔稳婆家人。裴远岑手下商号收了曹良银，又转给崔稳婆家人。几笔？这不是第一次，还有2笔，也走了同一条路。所以崔稳婆不是突然翻供，她早就被人盯上了。那她会不会已经出事？把这几笔抄下来。我来。你的字小。省纸。他连省纸都说得像情话。联合婆。慢些。刘婉和，你也没空说别人。我喝姜。刘婉和，别乱说话，我靠乱说话套消息。哼，那你少乱一点。你穿这么正经去茶楼？压人用。哦。哎，沈大人怎么来了？听书。今日还没开场，那就等。我们不挑，后厨、楼梯、柴房哪儿都能等。你倒不挑。茶要接地气。太贵。不要钱。不要钱的最贵。小哥，最近天鹤楼生意很好吧？不算好。可我听说真假嫡女记很火。那是说书先生的本子。谁写的？这小的不知道。小哥，我不问你男的，就问谁从后门拿稿子。有个老客，城西破罐来的，每次从后门进，拿了稿子就走。长什么样？斗笠压得低，说话像嗓子坏了。什么时候来？都是夜里。他给谁送稿？只听掌柜说，是裴家旁支的人吩咐的。有人来。你别靠这么近。再退，你就进香炉里了。今晚那篇别说错，重点是柳家藏匿血脉。可崔稳婆还没露面。露不露面不重要，状元到了就行。没事了。我知道。耳朵红了。这里太热。怎么？先记下。稿子是裴家旁支送来的。裴家，裴月岑。听鹤楼敌报崔稳婆，他不是临时起意。还有银流，一笔原该入户部长账的曹良银，绕进裴远岑手下商号，
同业转给崔稳婆家人，不是一次。崔稳婆会不会已经被他抓了？我派人去找。邻里说，3日前被一辆青布马车接走。这是绑人！敌报小丽也收了银子，数额不大，分了几次。所以现在有信有账有茶楼有敌报，能把裴远岑按住吗？还不够，他会说是底下人做的。那就找他不得不认的东西。崔稳婆，他是报错旧案的关键，也是他做局的关键。刘老板，不好了！放他娘的屁！手印是真的，娘，别怕。但墨迹很细，纸也细，刚写不久。人呢？人没露面，只送出状纸，说明他被人控制。柳家藏匿国公府血脉，真嫡女受苦18年。唐兵不要娘，看着我，我没说过那些话。柳家没有虐待我，我会当众说。他们要毁了柳记，必须在宗祠前找到崔稳婆本人。找不到呢？找不到，假幡供状就会变成死状。那就找，活要见人，死也要见真相。必须在宗祠前找到崔稳婆本人，否则柳家洗不清。爹，先别打！他们都骂到门口了。柳家藏匿国公府血脉18年，真嫡女在汤饼铺吃苦，现在还想赖着不认。爹，别冲动。他们骂你娘，我知道。也骂你，我也知道。那你让我站着听？你一棍子下去，明日小报就写柳家心虚打人。那我就轻点了。真嫡女出来了，裴姑娘，你说句话，柳家是不是虐待你？令姨，别出去。娘，我不出去，他们会一直骂。我在柳家吃过苦，天不亮揉面是苦，冬日收钱动手是苦，家里没银子请先生，我偷听私学也是苦。可苦不是虐待，穷也不是罪。那你怎么会流落在柳家？我为何流落？混慈济堂，混当年的稳婆，混拿假状纸的人。别问养我18年的爹娘。柳家若没心血，怎么不敢去宗祠？柳家，我去。明日宗祠，我当堂说柳家有没有虐待我，我自己说。这张是你方才发的？我只是路上捡的。上头墨还没干。谁收了银子，自己站出来。那便带回去慢慢问。娘，你刚才说苦，是苦。可我没说不好。没出手。手伸出来。没事。刘婉和，你还有空看我笑话？我没有。他方才看得很认真。姐，阿周挺会唬人的。先别打。你护他？他嘴欠，但现在还不能打。为什么？手腕刚抹了药。周娘子，夫人吃点什么？我不是来吃东西。不吃别挡柜台。受伤了？小伤。令姨，账还没算完。我今日来是想看看柳家。看完了。爹，你手还没好。端蒸饼不用那只手。
柳老板，昨日之事是裴府没有管好令仪。夫人这话不对，令仪不是裴府没管好的物件，她是孩子。是我说错了。昨日的事，我该赔礼。要钱不贵，贵的是他心里那股劲儿。婉和，昨日和从前，是我忽视了你。我以为给你最好的先生、最严的规矩就是对你好，后来才知道你一直在怕。夫人，我收下。你不必立刻原谅。我知道，我也不打算立刻回府。我今日不是来带你回去。令仪，府里账房还有几本副账，明日我让赵林送来。母亲不怕我再看错账？看错便改。我明日要先理柳家的账，裴府的账晚点看。好。怎么了？裴远岑已说动3位族老，宗祠公义会比我们想的难。那就更要看账。柳姑娘，我家夫人想请三郎回府一趟。沈三郎在那边。何事？夫人说公子的婚事不可总拖。我说过，沈裴旧约不作数。夫人也是为公子前程着想。国公府如今虽有些风波，可门第仍在。沈大人，您的汤饼凉了。柳姑娘是明白人，有些旧时情分留在旧时便好。出去说。沈大人挡路了。你又这么叫？我店里忙。你手里是空托盘。那我去拿东西。拿什么？拿规矩。刘婉和，沈大人有话快说。沈裴旧约是长辈一句戏言，我已经拒了。你同我说这个做什么？因为你在意。谁在意？你。我只是怕你家嬷嬷在我铺子里影响生意。她影响了吗？影响我心情也算。那我让她以后不来。不必，沈大人前程要紧。谁同你说我的前程要靠亲事？刘婉和，你若不想听我解释，可以赶我走，但别替我选。我没有替你选。你有，你把自己先摘出去，再说是为我好。刘婉和，客人找钱。婉和，我不喜欢别人替我写婚书。后院很热，灶火旺。后院没灶。我算账。别糟蹋他。柳姑娘莫误了我家公子的前程。说吧说吧。你们吵架了？没有。那你躲什么？我怕他赊账。这理由倒像真的。刘婉和，你嘴硬得很稳定。看你的账。做什么？歇一会儿。不用。你今日错了3处。你也来看我笑话？我若想看笑话，小时候就看够了。姐姐想往高处走，不丢人。谁说我怕丢人？你自己说过，你不想一辈子困在那条街上，你想过更好的日子，想让别人提起你时，先想到你这个人。你10岁在柳记柜台后，就能算清一日流水；13岁能看租契；15岁替柳叔省下一笔冤枉租。你的本事，你想要更好的生活，不是错；你想证明自己，也不是错。错的是有人拿你的急切做局。江大人这话像等了10年才说。刘婉和，确实等了很多年。姐，他承认了。你护他？他嘴欠。你哪边的？但人归我护。你们也没好到哪里去。这一本，至少能让他在宗祠上乱不了阵脚。哪来的？裴远岑手下商行的转银抄录。裴兆林给的。他给了一半。另一半？我在江南河粮时留了附录。你看不懂？我看名字。
他收的不止1匹。宗祠前必须找到他。婉和，汤洒了呀，护得挺好。至少人没事。明日还要去宗祠，你今晚若打伤人，他们更有话说。我忍。娘，我来。这门我擦了10几年，脏了也能擦干净。崔稳婆还没有消息。崔稳婆3日前被青布马车带走，那车往城西方向去了。车马行的人收了银子，却不肯认雇主。敌报小爷那里查到的，明日宗祠外有人准备散这账。他什么时候亲口承认了？他们倒替我把话说完了。明日你自己说。我会说。娘！哎，爹！柳叔，他们欺负到门上了。明日去宗祠，当着他们的面说。爹，您若今晚打人，他们明日就说柳家心虚。好，明日说。别弄脏手。早弄脏过，洗得干净。城西乱葬岗附近发现一具女尸。谁？那旁边有他的旧帕子，还有半枚银簪。太巧了，他若死了，贾藩公状就死无对证。他要让柳家背死账。我要去看尸身。我也去。不行，我认不得人，但我能看出不对劲儿。贾铜钱都见过，死人我虽然不收，假东西我收。乱葬岗不适合你去。你也拦我？我去，你在柳记等消息，我会看清楚。我同去，他牵着银柳，我该去。那我也去。都别争，去的人快去，留的人守家。擦吧。明日会好吗？会。是不是崔稳婆？不是。不是。死者穿着崔稳婆的旧衣，旁边放着她的帕子和银簪，可年龄不对，手也不对。稳婆常年接生，手指会有茧，那具尸体手指细，不像做过那行。所以是替身。裴远臣的人买过一辆青布马车，车夫说昨夜往城西废观去了，运尸的车也从那附近出来。他要让我们以为崔稳婆死了，宗祠上那张假藩供状就成了死无对证。够阴的。我知道了，听鹤楼小二提过，最近总有个城西破罐来的老客从后门拿稿子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他说那人戴斗笠，嗓子像坏了。备马。我也去。夜路难走。崔稳婆若活着，她是明日宗祠的关键，我不能只坐着等。令衣，娘，我会回来。你留在柳记。那句话是我听到的，废官那条线也是我想起来的。我不去，万一你们又漏什么。跟紧我。我也去。你去拖后腿，你守家。凭什么？因为汤还热着，路上垫垫。娘，别光叫，回来吃饭。好。我能自己走。等你能不踩枯枝再说。左边。明日宗祠一过，人就没用了。裴老爷说先留着，万一还有他暗手。没事。我又不是瓷做的。我知道。他连踹人都能接话。你喜欢会踹人的？我喜欢查。世子爷，老奴不是故意的。老南说，18年前慈济堂那夜大雨，2位夫人同日生产，屋里漏水，灯也灭了。老奴一时错手，抱错了2个女婴。老奴怕国公府问罪，便私自改了。后来裴远曾找上门，他说若我不按他说的写状纸，我儿孙都活不了。
真正的接生部残页，老奴一直藏着，上头记着当年2名女婴的襁褓标记。是真的就职，墨迹年头对得上。姑娘，老奴对不起你。明日宗祠，你敢说吗？敢，老奴这回不躲了。你看，这样，你喜欢，我也可以。刘婉和，你还有空看我？还有一事，裴远尘还拿着一本假的，明日宗祠他会用它压你们。那就让他拿出来。假东西最怕细看。别空着肚子去。别怕，我不怕。嘴硬，嘴硬也要吃。爹，快走！家门不幸。他开场挺熟，别乱说。诸位族叔，国公府真假嫡女之事不能再遮掩。柳家藏匿裴氏血脉多年，谢夫人偏爱养女，镇国公治家失察，这是裴氏旧族谱。18年前，族册中已有批注，说裴府嫡女襁褓玉佩曾流入民间，还有这份旧呈报。柳承安曾持半枚裴府玉佩询问来历，族中管事记录在册。我没有。你自然不会承认，若承认，便是藏匿国公府血脉18年。柳家有罪，裴令仪应归宗族管教，刘婉和不得再借裴家名声。裴氏商号账权也该由宗族共管。别急，假东西最怕细看。既然如此，先让假女自陈。刘婉和，你在裴府18年，如今真嫡女归来，你可有话说？有。那便说，先让这个假女自陈。刘婉和，你可承认自己占了令仪18年嫡女之位？承认，我被报错到裴府，他被报错到柳家，这事不假。那你便该认罪。我那时刚出生，不会走路，也不会换襁褓，这罪要怎么认？裴府养我18年，给我锦衣，给我先生，给我规矩，这些我不否认。可锦衣穿在不合身的人身上也会磨人。我在裴府，日日怕出错，怕站错，怕吃多，怕答不上父亲的问题，怕兄长一开口就要我背律令。所以你们问我在裴府好不好？好也不好，好的是没饿着，不好的是总觉得自己没用。哼，你倒会卖惨。不卖，卖也没人买。柳家穷，汤饼铺天不亮就开，冬天揉面手会裂，客人多时饭都顾不上吃。所以令仪在柳家吃尽苦头。苦是苦，可苦不是苛待，穷也不是罪。柳家给不起金银玉镯，但给了他18年热饭；给不起绣楼，但给了他一张干净床；给不起先生，可他夜里读书，灯油从没断过。我回柳家这几日，吃了汤饼、蒸饼、馄饨、雉鸡、甜浆，算下来，柳家已经在我身上亏了不少钱。若他们真图富贵，第一件事该是把我这个饭桶赶出去。宗祠之上，岂容你胡言？我没胡言，我只是说人话。你们说柳家藏匿血脉，说柳家苛待真嫡女，证据呢？哼，证据就在这里。我不懂文书，我只懂吃饭，所以我说我的。文书真假，让懂的人说。你倒会推。不推，轮到他了。那就让真嫡女自己说。令仪，你在柳家18年，他们如何待你，你自己说。我在柳家吃过苦，但柳家没有苛待我。我天不亮揉面是因为铺子要开门，
我冬日收钱动手，是因为家里要过日子。我没有金银玉镯，可我没有少过一顿热饭。谁要把柳家写成恶人，先问我答不答应。傻丫头，灵仪，你年轻，被养父母蒙蔽，尚不自知。我10岁起给柳记记账，谁蒙我，谁没蒙我，我分得清。既如此，族谱和旧城报你又如何解释？第一，族谱纸张虽旧，行注墨迹却是近月新古，旧墨尘，边缘钝，这处墨色符压不进纸人。确有血腥。一个市井长大的姑娘，懂什么墨？柳记讲账也要变墨，有人记账后改数，我见得多。第二，这呈报的纸边被药水做旧，可折痕很新，若真放了18年，折处该脆，它没有。第三，平报上盖的族中小印，是裴氏10年前才换的新印，18年前不可能用这枚印。第四，呈报上的字迹，这是听鹤楼说书稿底，出自裴远岑门客。撇壁收饰一样，连柳字最后一笔的拖痕都一样。仿旧，忘了开笔芯。递得好。第五，族册批注所用朱砂，这批朱砂和旧纸半月前只进了裴远岑院中，荒唐。第六，裴远岑手下商号近来支出数笔银子，一笔给听社楼，一笔给敌报小义，一笔给崔稳婆家人，还有2笔走了同一条线。第七，所谓柳家早知情的流言，最早也是从你门客手中传出。崔稳婆已被救出，她承认当年是慈济堂大雨混乱，误报女婴，也承认裴远岑逼她按下假幡供状。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你伪造族谱，捏造旧城报，收买稳破，操控流言。柳家无罪，柳婉和也不是你的刀。他真是一直看着你也一直看着。这个小丫头也敢坏我的事！放肆！我是裴氏长辈，离我姐姐远点。没砸到你吧？你叫我什么？情况紧急，喊错了，再喊一次，你别得寸进尺。姐，你看他多会站。刘婉和，你闭嘴。他刚护了你，你也闭嘴。好，划破了。是点小伤。你别在这里。刚才砸人的时候，你也没挑地方。刘婉和，你还有空看我？你也在看我？他刚才一直看你手。江行舟，我说实话，宗祠之上能不能安静些？他手伤了，查斩砸得准。啊，你们裴家夸人都这么奇怪？你们以为宗祠赢了就赢了？宗祠之事确有诸多误会，但镇国公府内宅失察，宗族混乱，纲纪不清，这些朝堂自会分辨。你什么意思？奏本已入宫。宗祠是第一局，朝堂才是第2局。别乱动。这人怎么比说书仙人还会留秘密？因为他拿的是奏本，不是信。把裴远岑押入厢房。宫里很快会召你。国公爷，宫里来人了。镇国公，陛下召见。我同你去。陛下只召国公爷。我去。父亲，奏本内容未明，先让人问清。奏本称镇国公府内宅失察，宗族混乱，曹良账目不清，另有纵容商号敛财之嫌。宗祠上的证据能洗清柳家，却挡不住曹良问责。朝堂要的是户部账证，不是族册真假。奏本何时递的？公议之前。也就是说，裴远恳早知道公祠未必能赢，他要的是两头开局。宗祠上是他污蔑柳家，朝堂上是他嫁祸裴家。姐，你刚才像账房里的将军。闭嘴。他确实厉害。你也闭嘴。令一，曹良账你若能看就看，若累了也不必硬撑。我看不是为裴府体面，是为了不让裴远钦把账赖到别人身上。好，我入宫，你们查账。是。受伤了，
别碰水。知道了。回柳记。为什么又回柳记？那里有灯，也有热汤，还有你能坐得住的凳子。我什么时候坐不住？刚才宗祠里你站着抖腿。走吧，朝堂第2局不能输。还疼吗？不疼。方才上药时还戚戚。就是那张账，我不该挂在书房外。我以为你每日看见就会记住错处。我记住了，记住了自己很笨。是我教错了，以后别这么教。若以后裴府还有孩子，别把错题挂出去，也别在饭桌上问他曹亮，饭会凉。好。回去喝热汤。柳基友，我知道。账册若有不懂，问赵灵，也可以问江行舟。国公爷放心，我先自己看。也好。他比我强多了。刘婉和，你别趁机把自己从账册里摘出去。走。谁饿？我。他也饿。你午后只吃了半个蒸饼。你怎么知道？姐，他连半个都记得。你看这一页。倒了。朝堂第2局，刘婉和，你先从认字开始。宫中传话，陛下要亲看曹良肤色。开箱。为什么这个活最适合我？茶盏不会问你曹良怎么走。你们真看得懂？你可以选择安静。喝。多谢。不是给你的。我知道。少了一页。哪一页？调银页。这里前一笔是江南粮仓出银，后一笔是京中按账入册，中间印有调银去向。被撕了，普通商号账。户部曹粮附册，这页若在，能证明银子从粮仓被转出，又绕进裴远岑手下商户。没有他，裴远岑可以说裴家商号账是假。去查负责经手人。上次去听鹤楼，屏风旁边有张桌子不稳，下面垫了一张旧纸，纸边露出半个漕运朱印，我当时觉得眼熟。户部附册专用朱印，很可能就是缺页。我没拿，我那时不知道。现在知道就够了。这么晚还去？去听鹤楼。拿着。爹，我是去找账。找账也会饿。路上小心。你在这里等。你觉得我等得住？来穿上。你也穿上。你学得挺快。递茶、披衣、挡树枝，你夸过的我都记着。来晚一步，别碰。可能在下面。我来。说了别碰。那你快翻。刘婉和。不疼，这时候也能腻歪。我在查案。这块下面有指挥。就是这个。户部附册专用纸，调银方向还剩半截。前页是江南粮仓，后页是京中按账。残页上还有远字，裴远岑手下商号远丰号。数额对得上，不止这一笔。前后账的格式固定，缺掉的内容可以推。你来，别用受伤那只手。成了，能对上，足够入宫。宫门快落了，天都亮了，怎么还落？早朝前最后一道门禁。你也去。底包证词在我这里，回柳记等。把他们按死。姐，你刚才补账的时候真厉害，你才知道，以前知道一点，现在知道多一点。你刚才也记得那张纸，还行。刘婉和，你也不是没用。成了。御殿核验账册，确认裴远祠私吞曹良银，并借真假嫡女一事转移罪责，御史门客也牵出。留个记忆。这有什么好留的？依照法典。陛下有旨，彻查裴远存名下商号，涉案之人一并押入大理寺。大理寺听着就不适合我。柳家清白要亲耳听，我自己有手。我知道。笑别人前，先看自己。我又没说话。你眼睛说了。如实招来，有半句虚言，依法处置。
18年前慈济堂大雨，灯火熄灭，2个女婴襁褓混乱，老奴一时错手抱错了孩子。事后老奴害怕国公府追责，私改产册。后来裴远曾拿我儿孙性命相逼，让我按下假翻供状。18年前报错一案，乃慈济堂接生失误，柳家并无藏匿裴氏血脉之罪。裴远曾伪造足册，胁迫稳婆，操纵流言，侵吞曹良银，押入深牢，待秋后复审。爹，屋里没雨。你闭嘴。姐姐，没事，想哭就哭。谁哭？娘哭了。娘。夫人，使不得。柳家受了委屈，令仪也受了委屈。婉和，夫人，今日我不是来带规矩，也不是来带先生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，你还愿回裴府吗？夫人，我在柳记挺好，我愿意去裴府看你们，也愿意陪你吃饭。若府里有事，我能帮就帮，但我不想住回去。因为裴府让你待得不舒服？因为我在那里不像我。我知道了。院子还留着，不催你住。谢谢国公爷。日后，婉和若愿意来裴府，我接；若不愿，我不强求。夫人能这么说便好。那他若在我们家吃多了，你们别管。爹，我说错了。吃饭的事儿我以后不管，少伤胃就行。都坐着，折腾一上午，不饿才怪。你的账册不是，策论不是，女诫。你对我有些偏见，这些偏见都有来处。这个，我以为被扔了。没有，你收着，为什么？画得准，但有意思。不回府，知道。也不背律例，知道。不写策论，你犹豫了，那便不写。沈燕赐给你的。沈三郎约你？没有，那你脸红什么？燥热。刘婉和，后厨还没生火。谁说没生火？娘说生了。新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？你小时候藏在书案底下的都差不多。沈三郎，你以前是不是总偷看我？不是偷看。那是什么？你藏得太长。先别走。信上说不谈账。不谈。那谈什么？沈裴旧约。不是说不谈账。这是旧账，那旧约是长辈戏言，我已同母亲说清，沈家不会再提。你不必特地同我说。要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意。你怎么总说我在意？因为你在。我在意又怎样？我现在不是裴家小姐，也不会回去做什么高门夫人。我会开铺子，会揉面，会满身面粉味儿。好。好什么？你开铺子，你揉面，你满身面粉味儿，我都知道。刘婉和，我喜欢的不是裴家小姐，是会把点心分给饿肚子小丫鬟的人，是为了救墙缝里的小狗弄脏新裙的人，是明明害怕还跑去慈济堂救裴令仪的人。你不是不会发光，是裴府从前让你站错地方。你眼光也不怎么样。我种探花那年，眼光还算被陛下夸过。你少拿探花压我。压你做什么？我今日是来等你答复。什么答复？我心意。你说的突然。我等了很多年。我铺子还没开起来。那等你开起来。你不急？急也不能催你。你如今好不容易能按自己的步子走，我不能又把你往前推。那等我的铺子开起来，你再来问。好。沈三郎，以后来柳记别老赊账。先记着。为什么？回去吧。这本若不好看，我找你退钱。老板，请先抓重点。你这样会亏本。他叫我漂亮姐姐，漂亮姐姐不能抵银子。能抵半个蒸饼。我随口说。姐，你看，阿周也觉得可以。你们两个都闭嘴。我想办个账学班。什么班？教女子识字看气记账。男士很多妇人会做买卖，
可租契、利钱、货单全要靠别人看，别人说多少，他们便信多少。你想教他们？先从柳记后院开始，每巡2日，不要疏风。我能学吗？你先学会找钱。那算了。裴家嫡女开班教市井女子算账，母亲觉得不体面。从前我也怕别人说我市井，可我在柳记学会算账，这不是耻辱，是本事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若有人笑你，他们笑他们的。刘婉和还把铺子叫慢慢来，我那叫招牌醒目。既如此，章程要写清楚。已经写了。什么时候写的？昨夜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做这个？你小时候说过，你想让市井姑娘也能看懂账。你说不会算账的人容易被坑。我都忘了。我记得。我听见了。姐，你冷静。若他愿意，才算未来。阿周，你这话接得好。你也闭嘴。好。要用桌椅，裴府可以送，不必太贵，实用就好。我在学。若我最后做不成呢？那就重做。账错了也不是砸算盘，是重算。吃饭前要背书吗？夫人说不背。饭后要看账吗？也不看。要复盘坐姿吗？夫人说只吃饭。你信吗？不信也去。你现在很像裴家人。你现在很像欠揍的人。吃个饭还换衣裳。孩子回去吃饭，穿干净些。紧张？你不紧张？紧张。我想确认不是我一个人。不是。没人罚你。你也别绷着。陶婶做的。我能吃几个？想吃几个吃几个。别一次吃太多。你怎么也管？怕你撑着。你们爱吃这个吗？我不讨厌，我更喜欢肉。那吃肉。从前我把许多事做错了，我以为规矩能保住你们，也以为严厉就是为你们好。后来才知道，规矩不能替人吃饭，也不能替人睡一场安稳觉。今日没有课，没有账，没有训诫，只是吃饭。吃饭。里面不会有题吧？错。兄长进步很大。这是什么？铺面契书。你要收买我？慢慢来汤饼铺，不是要选址。有条件吗？有。找钱前先数3遍。这个条件我考虑。婉和，想回就回，不想回也不必勉强。知道了。刚才那汤还行。姐，你想回去吃可以直说。刘婉和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地方不错，就是旧了些，收拾收拾能用。姐，这地方能不能赚钱？能，前提是账不归你管。你说话真伤人。我说的是实话。你不是要画饼纸？你怎么知道我要用这种？你从前画小人书，嫌裴府的纸太滑。刘婉和，别发呆。铺子叫什么？慢慢来汤饼铺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难听，好记，丢人。我就是慢慢来。你从前被人这么说，还嫌听不够？从前他们说我笨，是骂我。现在我自己挂出来，就不是他们说了算。那就叫这个。我闺女的铺子，想叫什么叫什么。招牌要写得好看些。我写。你堂堂世家公子，写这个不嫌丢人？我自豪，配得上。炉灶火力不稳，国公爷会不会修？实用就好。姐，你继续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婉和姑娘眼力很好。你还接话？
他说的是实情。你再笑，他要追你。沈三郎，你也别太惯他。管不了，也舍不得。给谁买的？沈三郎不是说要写匾吗？他忙。你昨夜还多摆了一副碗筷，那是备用。姐，你账算完了吗？比你嘴快。婉婉，这是谁家郎君？还满意吗？你这字太好了，显得铺子贵。那下回写丑些。还有下回？比如开分铺。客人等着呢，来了。刘婉和，你再这样，铺子明日就能关。那位大妈夸我画的好，花儿你不能抵钱。可以抵半张饼纸。我没说谎。沈三娘，今日开业不赊账。今日也赊。你还要脸吗？要。那你付钱。先记着。你已经欠2两3钱了。记得这么清楚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好，我明日来还账。真的？真的。旧账该清理。明日见。刘婉和，你的字也歪了。你不许教，我还没开口，你一开口，他们可能学会找错钱。哼！桌子不用摆这么齐。齐了，你讲课是顺眼。我讲课，你怎么知道我顺不顺眼？你看歪账本时眉头会皱。姐，你继续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阿周，救命！若令姨姐姐愿意，我不反对。你还说？我说的是心里话。又惹他？我这是撮合。他愿意被你撮合，迟早愿意。先顾你自己。我怎么了？账还没清。你带钱了？带了。拿来。傍晚。为什么傍晚？人齐。还钱还要人齐？裴姑娘，学会算账，能不能不被我家那口子骗私房钱？能少被骗几次？羡慕。羡慕什么？他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有点儿。你也在做。也是。吃饭啦！这么多。还账。这也是饭钱。还钱了？好像还多了。这不是饭钱。沈三郎，你什么意思？饭钱还清，另一笔账，想同你慢慢算。什么账？我已禀明沈家长辈，今日来问婉和，问什么？愿不愿同我定亲？我不是来逼你回高门，也不是要你官铺。我不会官铺。我知道。我还要画饼纸。我买纸。我清早要揉面。我陪你早起。我身上全是面粉味。我喜欢汤饼铺的味道。会说话也不能抵饭钱。饭钱已清。刘婉和，你平时不是最会克别人，现在怎么不说话？姐，今日该我们看。你也学坏了。近朱者赤。婉和，
你想怎么过日子都行。你是刘婉和，不是谁家笼里的鸟。你们沈家真不让他关铺？不关。真不嫌他算账错？我可以补。真不嫌他吃得多？吃得下是好事。还行。先说好，汤饼铺我照开，我照来，不能赊，尽量。既然都定下了，还站着做什么？外头2个也进来吃饭。吃归吃，饭钱另算，记我账上。不许赊。听老板娘的。婉婉、丽姨，吃饭了。沈三郎、阿周也别站外头。一个刚定亲，一个还没名分，却都自然进来。定亲归定亲，以后不能赊账，记下了。偶尔赊也行。你到底哪边的？不说了。我自己会家。我知道，只是想给姐姐家。爹娘，你们听见没有？刘婉和，她今日刚定亲，能不能少打一次？不能。姐姐慢些，别摔了。阿周，你真是一点也不装。喜欢一个人不必装。沈三郎也给你挑了2回葱。你不爱吃太多葱。吃完再炒。他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先吃饭。我吃完去找他算账。姐，阿周真贤惠。你明日早起揉面，沈三郎来不来？来。谁更贤惠？沈三郎，我以后还是开铺子。知道。还画小人书。知道。还会算错账。还会吃很多。那我不担心。婉婉，汤凉了，来了。日子这样就很好。慢点吃，